豆是再家常不过的美味了，尤其到了冬天，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会有土豆的身影。因为它含有优质蛋白，并且富含 B 族维生素，更被誉为是延缓衰老的美食。土豆的做法也是多种多样，如何将家常的土豆做出新吃法？今天大厨就为您带来了经典的五花肉海带烧土豆，以及中西结合的培根茴香煎小土豆。想品尝土豆的美味吗？那就不要错过健康新时代。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说到土豆，你呢肯定觉得不陌生，因为咱经常吃它，而且据说这土豆呢全身是宝，它能够给我们提供能量，而且是淀粉类的这种薯类。说到土豆啊，它有很多的营养，那么有什么营养呢？今天健康新时代就给你将土豆一一的剖析来看一看。这个土豆啊能做很多美味，那今天我们的大厨呢给您带来2道关于土豆的菜品。那欢迎我们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协会中式菜肴研发中心的主任刘金波刘大厨，欢迎刘厨。你好。那么关于土豆有多少养生知识呢？怎么吃土豆才更健康、更营养呢？我们给大家解决这个疑惑的是顾平，也就是主治医师、医学硕士顾平顾老师，大家很熟悉他，欢迎顾老师。大家好。土豆给2位准备好了，尤其是给刘大厨准备好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土豆就能有好味道，是不是？对。咱第一道菜名字是什么？今天第一道菜呢是五花肉海带，是不是有海带？对，有海带。五花肉烧土豆海带。五花肉烧土豆海带，这是一道家常菜。有家常菜，非常简单的一道家常菜。制作五花肉海带炖土豆需要的原料是肥瘦相间的五花肉、美味的海带、营养丰富的土豆。现在开始来做。OK， 这个土豆呢，就是选用我们这个平常的土豆就可以啊，把它去掉皮。这个海带呢，那么市场上现在也有卖的，就是这个海带也可以，裙带也可以。裙带菜。那么把它水泡一泡，改刀就可以。没错。五花肉就是普通的猪肉。五花肉，然后咱再准备一点这个香菜准备一点香菜段儿，葱姜蒜，还有这个八角啊，这样便于这个菜的这个家常味儿更浓一些。这道菜是一道咸鲜口的。对，我能感觉到应该是咸鲜口的。咱把土豆改个刀。对，土豆去皮以后呢，我们把它改刀，改成片儿就可以。片儿啊，哇，土豆片。土豆片呢有很多种切法啊。我们现在呢，可以切成菱形啊，也可以切成直接切成片儿。在家里面呢，直接切片也可以。切片是不是？哎，对对对。好，现在我们就是切个菱形的也可以啊，土豆片儿。注意这个土豆片呢，不能切的太薄啊，太薄以后呢，这个我们这个也是烧的菜嘛，炖的菜呢，时间会久一些。没错，因为我们烧的菜呢，它需要火力哈，慢慢的将这个各个时代的营养呢充分的融合。对。那如果说土豆切得太薄的话，就会面掉粉掉。对。因为土豆呢，它本身是淀粉类的一种薯类。那我想问一下老师，那淀粉类的食材土豆，它究竟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土豆有没有这个跟别的薯类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地方。土豆呢是所有薯类当中含脂肪最低的，它脂肪只有0.1。所以呢，要是像我们讲肥胖的人来吃呢，是最不容易摄取脂肪的，所以可以减肥。那么土豆呢，它除了咱们讲的这个脂肪以外呢，还有蛋白质也是非常优秀的。它的蛋白质含量不高，只有2%，但是呢，它是优质蛋白。2%的蛋白质呢，什么叫优质呢？就是它的这个蛋白质可以跟肉、鱼、蛋、奶相媲美，而不是跟咱们的普通的面粉相媲美。也就是说，像一般呢，咱们喂养孩子的时候，你像小孩在添加辅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做成土豆泥，早早的就给它添土豆泥了。那为什么要添土豆泥呢？因为它可以当肉吃，蛋白质呢有助于均衡营养。那么你比如你要给它用淀粉类的其他的食材，比如说像地瓜啦，或者我们这个芋头泥，或者是我们吃的这个馒头米饭，它的蛋白质都不如土豆好。那就是说，土豆这个蛋白质相对来讲，这个食材中是优质的，优质蛋白，利于吸收的。利于吸收，虽然不高，但是质量非常优秀。另外呢，你像这个土豆呢，它还含有大量的 B 族维生素，所以B 族维生素，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吃土豆能容颜不老。其实你看，说到 B 族维生素，你看我们平时的时候会发现有 B1、B2，甚至说还有 B6、B12、B5、
B6都有。好多。那我们土豆里都有。都有。那么像土豆当中呢，B 族维生素呢，B1、B2、B6、B12都是非常多。那么 B 族维生素被称为活力营养素，也就是说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可以让人的这个皮肤啊，或者我们各方面的器官机能啊，能保持不衰老。不衰老。对，可以留住青春的脚步，让人感觉总是有活力的。没错，土豆是营养非常好的，留住青春的脚步。咱这边呢，土豆哈，给它切成这种菱形的块儿，然后咱这个海带、裙带菜今天用的是，给它改刀成这种小的片状，是不是？咱就可以了。那咱这边就开始正式的操作。这是一道烧菜，所以说呢，咱在锅中哈来一点底油，一会儿呢给它来烧一下。好，咱在锅中呢来一点油，爆个香。我们用的是五花肉。那我觉得如果有五花肉的话，咱这个锅中的油就可以少一点。不要太多。我们把五花肉先炒香。这个菜呢是一种烧菜的这个烹调方法。那么我们这五花肉呢，要炒的干一些干一些，就是炒香了它。因为五花肉呢本身有肥的有瘦的，所以说这个五花肉呢炒香了、炒干了才能够香。就是在家里面炒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煸炒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因为时间长一点，它利于这个油脂滴出来。对，而且吃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五花肉不那么肥。对，一般我们在煸香的时候，需不需要用大火呢？不需要大火。那么慢慢的，它肯定这个肉的煸炒肉的时候呢，首先是它预热之后，它水分先要出来，是吧？这时候可能有一点烹的时候呢，你火呢不要太大。你看，说到这个，今天哈五花肉搭配的呢是土豆，土豆呢能够借鉴五花肉的香味，而且土豆还会借鉴这个海带，也就是咱今天用的裙带菜的这个鲜味。这个海带我喜欢吃，因为它那个口感好。是厚实的一点的，我更喜欢滑滑的、嫩嫩的，滑滑嫩嫩、厚厚的。那一般这个海带有什么独特的营养？像海带它的营养呢，比如说海里的东西都含碘多。那么大家都知道，碘元素呢是一种最抑制的营养素，对于我们大脑非常好。所以小孩子，如果你妈妈怀孕的时候含碘的食物吃得多，那么这小孩子智商是很高的。主要是碘，对，主要是碘元素。另外呢，现在我们海带呢，它有很多养生的成分，比如说有这个有一些褐藻酸。那么另外呢，还有牛磺酸，这些呢都是被称为营养界的一些呢第8类营养素。第8类营养素，也就是说，扣除咱们7大营养素以外的营养素，可以帮助我们呢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啊。对老年人的这个血管软化，就老百姓说的软化血管，预防心血管的这个疾病有好处。所以呢，越老我们越应该吃一点海带。刚才老师说这个土豆呢是让我们永葆青春的一个对留住青春脚步的留的食材。那这个海带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对，两者加在一起，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不老的鲜干，不老的鲜菜，是不是？这边我们把五花肉，慢慢的把油脂逼出来，然后把我们的八角还有葱姜放进去，然后呢再来料酒，酱油来一点，对，好，这时候就要调一点味。对，这个调味主要是为我们整道菜服务的呢，还是主要是为我们这五花肉服务的？主要还是炒肉。现在把这个肉炒香了，再给肉加点酱油，调味道。我们这样就可以下入土豆。这道菜大概要炒多长时间才能把这五花肉炒香呢？炒干？30分钟吧。30分钟。对。好，把土豆先下进去，因为土豆呢相对来讲不太容易成熟。先炒土豆。好。那炒土豆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点这个老抽。加老抽的目的是让它上色，上色。这样来回的炒一炒。好，大厨，这会儿咱们把这个海带，然后放进去，来回的炒一炒，就直接加入汤。对，这个汤一次性加足吗？还是说怎样？尽量是一次性加足。这个加到什么程度呢？这是一个烧菜，实际上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其实就叫家常炖那个。没错，炖熬菜。对，炖熬菜。比较家常，做法也简单。对，那其实说到这个土豆，你看哈，一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土豆呢刚刚新鲜上市的时候，下来了。这个有这个皮很薄，
那绝对不影响口感。那我们直接洗一洗之后，带着皮直接来炖，或者是直接来煎，或者直接来这个烹调，这种方法可不可取？这种呢是不可取的。我们在营养界上来讲呢，就是土豆的外皮啊，它有很多抗营养的因素，比如说有一些生物碱类的东西，那么对人体来讲是有毒素的。那么所以这种毒素呢，它往往在体内呢，不是说立马就让你中毒，但是它可以蓄积。比如说你吃的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你这个蓄积的症状呢才会出现。所以一般我们主张呢，老百姓说，哎呀，那土豆新鲜土豆有土豆味儿，带着味道比较好。我们还是主张呢，把皮啊轻轻的去掉一层老皮就可以了，那样呢就可以减少中毒的机会。听到没有？土豆呢，咱经常吃，有一些常识还要记住。那这边呢，我们把土豆、海带和这个五花肉放进去一起来烧，慢慢的煮它、炖它，需要多长时间？大概需要5-6分钟，5-6分钟就可以。那现在我们盖上盖子，等它5-6分钟，一会儿出锅的时候再尝尝它的味道。因为5-6分钟之后呢，我们这个菜已经烧的差不多了。出锅前淋上点香菜的茎儿，放点香菜段儿，家庭里面是吧？再来点香油，没错啊，提亮，哎呦，来点香油之后呢，我们这土豆表面有光泽了，对，这样这个五花肉、土豆烧海带，就可以出锅了，就可以了。其实这个海带一般在家里烧土豆的时候呢，最好把这个海带提前要泡，是不是？对，把这个盐呢都泡出去一些。鲜的海带就冲一冲就可以，冲一冲就可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呢，都是那种提前这个腌制好的袋装的那种海带。好嘞，我们的非常好吃的五花肉、土豆烧海带已经上桌了，咱3位一起来尝一尝好不好？来，赶快，我来尝尝这土豆来。我也要吃个土豆。土豆都是菱形块，很糯软，非常鲜，而且真的是咸鲜的口味，有点好像土豆里面有海带的味道，没错。刚才做的这道家常烧是土豆海带烧五花肉，很好吃，很家常的味道。那刚才老师也说了，那个土豆呢属于是比较国际型的土豆，而接下来选的这个土豆呢就比较小众一点了，这么小。这个土豆是小土豆，一般哪里产的比较多？辽宁多一些。对，东北小土豆，像鸽子蛋这么大。这个土豆的特质就是黄，然后吃起来的时候呢，微微会甜，对，糯软，是不是？是。咱今天用这个土豆做菜。对，今天我们用这个小土豆呢，做一道这个小土豆培根茴香。制作培根茴香煎小土豆需要的原料是风味独特的培根，具有开胃作用的茴香，富含胡萝卜素的小土豆，软化血管的洋葱，以及黑胡椒和黄油。这个土豆呢是这样，前期啊需要经过加工一下，把这小土豆呢把它蒸一蒸，蒸的它刚刚熟啊，把这个皮儿去掉，就是这样子。今天提前我们已经给大家蒸好了，看到没有？去了皮儿了。老师刚才已经说了，这个皮儿怎么样？黄色的皮儿呢有生物碱，有一些容易中毒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用它。千万不要。就是小土豆皮呢也不要。这个土豆呢比较黄一些。你看它这个蒸完之后呢，感觉表面上都是。这就是培根，培根就是西餐这个常有的一种肉类，鲜肉，就是腌肉。这个洋葱啊，茴香。黑胡椒黄油，再就是美极鲜，还需要一点酱油，对，好 ，OK， 我们把锅给它热上，用一个平底锅来做这道菜。是，这道菜它出来这个成菜是哪种风格？都是煎的，应该是煎炒，对，煎炒。我先把这个洋葱呢，先把它切一下啊，洋葱呢就是切成洋葱圈这种洋葱圈，对。好，一圈一圈切下来。对，这个土豆呢，虽然说个头小一点，但是跟这种大土豆营养上没什么两样。有区别。小土豆的营养呢，你刚才反复强调了，它黄。这个黄呢，主要是贝塔胡萝卜素含量要高一些，所以小土豆的营养呢，应该比大土豆多了很多的贝塔胡萝卜素。越黄呢，贝塔胡萝卜素越多，是这样子的。那这贝塔胡萝卜素对身体主要的好处是？主要好处就是一个呢，是可以对我们的眼睛比较好，它在体内会变成维生素 A。这个维生素 A 呢，是营养
养眼睛的，对我们的视力好，预防成年人的干眼症，还有夜盲症。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可以促进生长发育，所以呢，小孩子可以多给他吃这种东北的小土豆，还是非常有营养的。那就是这小土豆呢，它价格要比这个大土豆贵那么好一点点。多，而且做起来呢也稍微有点麻烦，因为这个皮每一个都要去，不好去。所以呢，有很多为了图省事儿，我们就愿意选大个儿的，大个儿的就可以了。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呢，最好用这种小黄土豆给我们的孩子们吃。我觉得土豆哈，一颗一颗的，我突然间特别喜欢它，最喜欢它了。那咱给它蒸完之后变得更黄了，哎，咱放在一边备用。锅中来点黄油，然后呢，咱热一热锅，划一划油，好。这个黄油先把这个土豆我们把它煎一煎。好，先单独的煎这个小土豆，这土豆不需要改刀，不需要直接煎。对，咱这道菜之所以煎的时候呢，火呢要调小一点。但是我在想，咱这道菜之所以用黄油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还是增香嘛。黄油的味道非常香浓，给人出的感觉的这个口感味道呢，非常的。不一样，没错，它不像咱的玉米油啊，或者咱的花生油，味道比较传统，比较清淡一点。它这个油更荤，老百姓说比较荤一点，因为它是有牛油的成分，对有，所以呢，它可能吃起来呢就更加的这个荤腥一些。没错，而且土豆呢也是挺喜欢油的，因为它脂肪太低了，比较素一些，所以呢放一点油啊还是很好的，而且能增香，能增香。好，这边咱这个土豆煎到什么程度是刚刚好的呢？应该煎的它微微有点金黄，这个口感上呢稍微有点这个，就是说这个要稍微有点脆的那种感觉。你看，现在已经黄了，就是煎土豆让那个表面呢有点微微发焦，对，微微发焦，这样的话口感还要更好，有点像我们这个烤土豆那感觉。没错，其实之前之所以也要把给它蒸一下，目的也就是让这个土豆容易成熟。对。不然只是煎的话，可能成熟起来很费时间，对，而且不均匀，对，就尽量的让它煎的呢，就是说每一个土豆都带一点这个金黄的，略微发焦。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在家里吃这个土豆或者煎土豆，我还比较喜欢那个焦的位置，因为那个焦的位置咬起来的时候呢，脆，然后之后吃起来就很有咬头，感觉很特别。是。但老年人喜欢糯的，我家里的老人就会喜欢那种糯软的蒸的，或者是说土豆泥那种的。的确，包括吃土豆丝的时候，他们都喜欢那种炒的久一点的、软的，但我会比较喜欢那个硬一点的。但这个土豆没有问题啊，我们都以前前期蒸过了，应该会比较糯软。对，好。来回换一换。大厨，我想问一下你啊，你看我在这边跟你聊天的时候，一直闻到这个茴香的味道啊。这个茴香的味道，它是一个很抢味的食材。我在想，咱之所以放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茴香呢，主要呢，一个是茴香的味道呢比较特别，那么再一个茴香它有这个茴香油，这个茴香油呢是一个非常利于消化。促进这个肠胃食欲，促进蠕动，促进食欲的这么一个菜。这个菜呢，一般的好像我们不太常吃。一般它的味道比较特别。一般在中餐中多一些，还是西餐中多一些？西餐中应该多一些吧。西餐中会多一些。因为西餐呢有好多的菜品呢是需要各种香料、香草，包括什么九层塔啊，对，罗勒，对，包括就是薄荷等等。对，薄荷，这些香料呢会有特殊的一种芳香，这样的话对菜品的这种复合的这种味道呢，更加能够吸引人。所以说为什么说西餐有好多人吃了之后呢，有些人习惯，有些人不习惯，但习惯的人呢，他特别爱吃，就是爱吃这个香料味，香草的味道。其实每个国家料理都不一样，它的法宝呢也在于自己国家这个调料不一样。比如说中国人的很多什么八角、桂皮，他喜欢吃这个。刚刚我们做的那个海带就是里面放了八角。放八角，对。今天这两道菜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行，这个小土豆呢，基本上煎的呢就两面就差不多了，两面都要微微发焦，咱取出来。好，放我来。好，取出来。哎呦，你看它煎完之后这么油亮，很漂亮。是啊，是不是？我觉得好像现在就好像吃起来就应该很好吃。验证了那句话：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这个发现美的眼睛。如果说你热爱生活，你看到这个出锅的这个土豆这一刻，就觉得心情很好闻起来也很香，而且有焦香味。闻一下。是不是？它这个好，有点像那个烤土豆，上面抹了一点黄油，尤其2层呢，都已经微微发焦。这样我们再煎这个培根，培根嘛，一般的酒店里面，包括现在家庭里面都常吃，都会准备，超市都买得到。这个早餐呢吃这个呢特别好。培根呢是经过
风干熏制的，一般的烟熏味儿烟熏味，烟熏味儿，腌肉。好，给它来回翻炒一下。这时候翻炒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加一点点别的什么黄油之类的来。不用，培根呢，因为它都已经有味道了，它有油。我们不需要加味，也不需要。你看，在我们这个酒店当中呢，早餐的这个培根呢，有的是煎的，有的是水煮的。水煮的这个味道也不需要再加了。水煮也不需要再调味了。对，本身它就有烟熏味。对，它是腌制有味道的，它是腌制好的肉。腌制好的。好，来回的翻炒一下。今天结合土豆一起来吃，这个土豆的本身哈，这么煎完之后有焦香味，再结合一点培根的那个烟熏味，我觉得土豆的风味会有点特别。对，烟熏味又有焦香味的土豆，一会儿就能吃到了。还有茴香味，还有茴香的。忘了一直在这边缭绕着我。还有洋葱。洋葱和茴香。洋葱，洋葱对。对，洋葱和茴香都是西餐当中非常常用的蔬菜。的确，香草和洋葱是西餐中常有的，是不是？好。煎到什么程度咱们刚刚好呢？煎的微微泛黄啊，其实现在已经，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因为它很薄，对，咱们切的薄，就是一般煎的越嫩越好。对，好，也是取在这里面备用。对你放一下，好，放在一边备用。好，这样我们还是把这个菜呢，还是来点这个黄油啊，黄油呢，我们把这个切好的洋葱。先放洋葱，爆香。茴香是不是需要后放？因为茴香它毕竟香草容易软掉，像香菜一样。锅中真的很香啊！洋葱圈真是挺有气氛的啊。是，而且我觉得咱们这个煎过的培根好像要比这个普通的我们煮一下的时候要香很多，香是不是？但是你说早晨的时候煮着吃也不需要调味。但我觉得，因为有一点点油的香味，所以说黄油煎培根啊是最诱人的，最诱人的，真是不错。好，我们这个洋葱炒好，炒香之后就把它们放进去，对，把土豆、培根放进去，其实操作起来很简单，就是每样原材料都要煎一下，对，就是食材对于中国人来说挺特别的，放点这个料酒啊。料酒主要的目的是就是增香嘛，增香。其实你看这道菜虽然说是一道哈，能够随处都能看到西方的这种食材，包括香草，包括黄油，包括培根，但是它的做法还是挺中式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煎炒的过程。对，就是放点美极鲜酱油。这个酱油大概有多少量？这么一勺多一点吧，一汤匙。把那个茴香放进，在收锅之前放。这个茴香放这么多，它不会抢味儿吗？有很多人还特别喜欢吃这个，愿意吃茴香的味儿。因为你看，我注意到西餐中这个法香菜或者是什么薄荷之类的，它都只用一点点。它这茴香，你听说过有吃茴香饺子的吗？对，茴香饺子，对，这种青菜就跟咱们吃茼蒿啊，其实是一样的，它就是有一点新香味儿。美极鲜酱油，烹一点这个，我们再烹一点点这个黑胡椒，加一点黑胡椒。有肉类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加黑胡椒，因为我觉得那样吃起来的时候呢，很特别，而且使肉呢本身那个香的味道更提一个档次，然后还不腻。关键黑胡椒有很好的那个促进胃酸分泌，可以助消化。而且对食物也有增香作用，增香解腻的。有了黑胡椒，这个土豆今天的味道就更不同了。应该因为土豆嘛，它比较块比较大，稍微再加一点点盐，来点盐。对。土豆之前的时候蒸都没有加盐，又没有调味，这时候的味道呢，来一点咸的。对。出锅前稍微撒一点点盐，但不要太多，因为培根它本身是咸肉。对。这样就可以了。好嘞，咱这边盘子准备好了，出锅了。很棒的一道菜，到处都是西方的食材，但做法很中国。闻的味道非常非常的西餐的味道。就是操作手法很简单，主要就是借助于这个茴香的这个味道，还有这个黄油、培根。我们的菜呢上桌了，咱们三个呢给大家尝一尝，好不好？一起。哎呦呀，这个煎的焦黄焦黄的。绵绵的、软软的，很棒的一种味道。我怎么觉得有点像这个肯德基那个炸薯条的味道？但是比炸薯条健康多。对，要健康多了，特别香。培根，尝尝培根。而且我觉得这个土豆里面茴香味有一点点渗透。这道菜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大厨，
这个菜呢，最重要的呢，还是土豆呢，前期要处理一下。再一个呢，在这个煎的时候呢，火候不要太大啊，一定要煎成这样，两面微微金黄就。微微金黄。还有呢，就是不要加汤，要让它干一点，就是觉得要干的煎。对，有一点点汤汁儿。而且的话就是吃起来呢，就给人感觉呢比较利落。这个蒸的土豆是不是也不要蒸得太软？因为你看这个土豆，如果是太水唧唧的话，不好吃。就硬挺一点这个土豆，然后再煎一煎，刚刚熟就熟就行了，刚熟，因为很容易熟。小土豆，你手试一下，刚刚很容易熟的。因为你煎它的时候，它还是给它加热的过程，是不是？土豆今天教你了2种比较新派的吃土豆的方法，希望你在家里的时候呢试一试。我觉得这道菜给您重磅的推荐，我很喜欢。您呢？我也非常喜欢。